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已经大概3年没有拍影片了，所以有点小紧张。今天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就是 update 一下我的生活的大改变，因为我现在人在瑞典，但现在家里还在整理中，就是很乱，所以我现在先用窗帘挡起来。先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这3年内的近况好了。在3年前，我在英国跟瑞典找工作，然后其实蛮不顺利的。那时候的大环境整个就是非常难找工作，然后加上没有签证的问题，让我在瑞典就是很难待下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后来毅然决然的决定回台湾。在台湾找了一份工作，然后也住在家里跟家人多多相处，就这样子过了2年半。那在这几年间呢，我也跟我的男朋友确立了我们2人未来的方向，所以在今年2024年，我拿到了瑞典的签证，然后现在的我就是搬来瑞典了。其实我才刚来瑞典2个礼拜吧。然后在出国前还有出国后，有很多的亲朋好友都在饭局啊，或者是在 social media 上面有一些问题询问我，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选择搬到瑞典，然后我在瑞典的规划是什么之类的这些问题，我都会在这支影片里面一一回答。首先，可能大家听到瑞典都会觉得很意外，就是怎么会是瑞典？那这就要从我大4那一年开始讲起。大4那一年，我选择去京都参加交换学生的 program。那我上的是大学开给外国人上的日文课，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班上就是各国的人都有，其中就我男朋友。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认识的，在这之间，经历了很多，包括我有回台湾完成我的学业，然后我还有去英国读硕士，那他就是一直在瑞典工作这样子。我爸妈每次都说，就是我很奇怪，就是去了日本交了一个瑞典男朋友，那对，所以这就开启了我跟瑞典的这个渊源。很多人都有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不是他搬来台湾，而是我搬去瑞典这样子？那其实瑞典它这个国家，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就是连超市的阿姨他们讲英文都是非常的顺畅的。所以相较之下，其实对我来说，我在瑞典生活会比他在台湾生活方便很多。像我妈妈，她在教会工作，然后，她就有认识很多外国人，可能嫁给或是娶了台湾人，搬到台湾来。那其实他们在生活上都会非常依赖另外一半，因为他们的中文不是那么的好。比如说要办任何的手续啊，或者是甚至比如说扩展社交圈也都会比较困难。对，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决定还是我搬到瑞典会比较适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个人生涯上的规划，我会想象未来有小孩。那考虑到小孩他们生长的环境的话，我会觉得瑞典是一个比较舒适、比较适合他们长大的一个地方。也是在这样子的考量下，选择搬到瑞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爷爷一直非常的担心的。他大概每个礼拜都在问我爸妈，就是我在瑞典找不找得到工作。那老实说，我现在还在找工作，所以我也没有一定的这个答案。但是我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啦，因为一部分的是现在很多瑞典的公司，尤其是一些新创的公司或者是一些跨国企业，他们的职场环境都已经改成英文，所以我不会太担心啦。就是长辈嘛，长辈可能他们都会比较有担心的这个倾向，但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等我就是找到工作以后，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瑞典求职的这个过程。还有朋友有询问我职涯规划的部分，那我其实在台湾的这3年，我做的是比较偏行销相关的工作，那我也会很期待说我在瑞典可不可以找一些在地的品牌，然后去做行销相关的工作这样子，目前是往这个方向去找。还有一个大家的疑问可能是，那我是不是接下来就长居在瑞典了？那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我还是逢年过节会回台湾的，请各位台湾的亲朋好友不用担心，还是看得到我的。最后有人问我 YouTube 是不是要重启了？我觉得至少现在在瑞典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是蛮多时间可以拍影片的。那在这里的生活可能也会有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拍影片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跟台湾的亲朋好友们有连结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接下来应该会持续的继续拍 YouTube 影片。那就请大家再多多关注，然后有可以的话可以追踪我，然后开启小铃铛。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得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咯。好，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要问我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留言在下方，或者是私讯我的 IG。那如果够多的话，我会再做一支 Q&A 影片跟大家回复。好，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